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沁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的元淳公主，其经典哭戏是如何拍摄的？当李沁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的元淳公主跪在雪地里嘶喊“我不嫁了”时，镜头外是零下低温中浸泡7小时的人工雨雪，反复磕破的额头，以及一场将尊严碾碎后重生的无实物表演。这场哭戏的拍摄，成了国产剧悲剧美学的一座里程碑。李沁元淳哭戏的拍摄密码：冰与血淬炼的经典。大婚跪求艳寻的戏份拍摄于寒冬，剧组用消防车制造人工雨雪。李沁身着单薄嫁衣，在低温中连续浸泡7小时，膝盖因反复跪的摩擦红肿渗血，额头磕石板。镜头拍至第3遍时已真实淤青。为表现绝望感，他要求原声收录嘶吼台词。拍摄艳寻哥哥楚儿求你了时，刻意压住第1声呼喊，让第2声带着破音撕裂感，喉部肌肉痉挛的颤抖被特写镜头捕捉。九幽台目睹兄长惨死的戏，现场仅副导演机械喊放箭，李沁需凭空想象血腥场面，用瞳孔皱缩，嘴角抽搐呈现生理性反胃，最终沉默的崩溃反比嚎哭更有冲击力。这种无实物表演被北电收录为绝望情绪教科书案例。元淳遭士兵凌辱的重头戏，导演吴景元选择零直拍，镜头定格在士兵慌乱系腰带的动作，切换至李沁空洞望天的侧脸，嫁衣间带滑落半寸即止，破碎感通过他指甲抠进泥土的血痕，发簪刺入掌心的特写传递，规避视觉剥削。雪地追逐艳寻的3分钟长镜头，李沁需完成希望卑微幻灭3层转变：初跌时挣扎爬行的狼狈，中段抓住马镫的癫狂，最终放手后雪花落在睫毛上的死寂。一镜到底的拍摄中，窦骁因被他眼中恨意震慑忘词，即兴落泪的镜头被保留。李沁为黑化设计3重演技：前期瞳孔清亮聚焦艳寻天真期，中期眼神涣散如蒙灰雾信仰崩塌，后期眼白增多，斜睨时眼球微颤偏执复仇。受辱后首次现身那场戏，他要求化妆师将唇色涂成湿白，笑时单侧嘴角抽搐，模仿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生理反应。贯穿哭戏的关键道具是黄金发簪，跪求时紧握发簪刺破掌心尊严执念，被凌辱后发簪断成3节纯洁消亡，黑化时将断簪插回发髻仇恨重生。断簪由李沁即兴掰折，断裂声成为情绪爆破点。2026年冰湖重生翻拍同一情节时，用慢镜头柔光呈现受辱戏，遭观众痛斥将苦难唯美消费。反观李沁版哭戏的永恒价值，正在于用留白激发共情，用真实引爆震撼。生理痛感的真实投射，观众从他冻紫的嘴唇、结冰的泪痕中感知刺骨寒意。悲剧内核的现代共鸣，豆瓣高赞短评称那不是元淳，是每个被现实碾碎理想的普通人。正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所言，李沁的哭戏是暴力美学的反命题，他把权力碾压下的嘶鸣淬炼成女性悲歌的青铜编钟。当影视创作沉迷于视觉奇观时，这场9年前的雪地哭笑依然在证明，真正的经典从不需要血污装点绝望。